不用花钱，浇啥花都好用。园艺界神奇的浇水方法被泄露。你想让你养的花满盆开花吗？你想让你的绿植跟旺芽多吗？最近，神奇的浇水方法被泄露，可以像大神一般，浇啥花都长得旺。那么这个浇水方法是什么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别心急，听我详细说。大家好，我是花花，干啥啥不行，养多肉第2名。如果你对养花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花花的频道，并给花花点赞鼓励一下。花友浇水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就是假浇透的情况，过不了多久花就死了。先来说说假浇透的几个原因。假浇透的原因，很多花友给植物浇水，看到底部出水了，就以为浇透了，其实大错特错。这种情况要是放到夏天，只需要1天，可能植物就死了。但总结起来，有几种情况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第一种情况是土壤完全的干透。当我们用泥炭土养花时，一旦完全干透，体积就会收缩，就会和盆沿产生缝隙，这就造成浇下去的水还没等土壤吸收，就漏到盆底去了，也就形成了假浇透的情况。这种情况最好改用浸盆法。第二种情况是新买来的植物，有的花盆质量并不是很好，加上路上挤压，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出现缝隙的情况。这种情况要换一个花盆重新浇水。第三种情况是我们用原土或粘土种植，这类土粘度很大，虽然底部出水了，但因为土的粘性大，所以也会出现假浇透的现象。这种盆土适合用浸盆法来浇水。浇水的定义： 1. 扣水。扣水也叫控水，是在花卉生长过程中不浇水或少浇水，以达到限制其营养生长，使其养分得到积累，进而促使花芽分化形成花蕾的目的。如养护三角梅、梅花、碧桃、菊花、茉莉、佛手、橘子类等花卉，当新梢长到20厘米左右时，开始扣水，这样植株因为缺水，慢慢它的顶端叶片就开始萎蔫。当看着这个状态时，再开始少量浇水。这样的浇水方式反复2至3次以后，枝条的顶端生长就会受到抑制，使得其养分集中，达到促成花芽分化的目的。2. 回水。回水是指在头1天晚上施肥后，第2天早上再浇水的方法。这样的浇水方法不仅能促进根系吸收肥分，还能避免肥害，因为前1天晚上施的肥，经过1个晚上的渗透，肥分浓度过大，不但不易使根系吸收，而且还会烧苗。而第2天早上再浇了回水后，土中的肥就会被稀释，更有利根系吸收。比较适用的花卉有君子兰、山茶、白兰、茉莉、珠兰、含笑花等等。3. 拦腰水。拦腰水也叫半截水，是指盆土上湿下干，即上半截湿润，下半截干燥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拦腰水是大忌。4. 见干见湿。对于一些喜湿润的花卉，如杜鹃、山茶、含笑花、栀子、米兰等，就要按见干见湿的原则浇水。当花盆里面的土表层发白时就浇水，浇至湿润即可。要做到盆土不可长时间过干或过湿，保持润即可。5. 干透浇透。对于兰花、腊梅、天竺葵等喜干怕涝的盆花，就要按干透浇透的原则浇水。当盆土干了就浇水。浇透就是不要浇拦腰水，要使盆土上下全部浇透。如浇不透，则根系将吸不到水，就会影响其生长，甚至死亡。浇水6看。1看类型。不同的花卉需水量也不同，因此浇水要因花而异。常见的仙人掌类及芦荟、景天等花卉，根系不发达，应少浇水。有的绿植叶片上生有一层密密的绒毛，如秋海棠、大岩桐、蒲包花等，则不宜在叶面上喷水，否则水分难以蒸发，易霉烂生病。还有许多花卉叶小，水分蒸发慢，浇水少才能多开花，如紫薇、九里香、雀梅等。
此外，花卉在生长旺季和孕蕾期要多浇水，开花期要少浇水。刚修剪完的花卉要少浇水，否则枝叶空长，影响造型。还有较小的植株或新繁殖的植株不耐旱，要勤浇水，但每次量少。较大的植株或已成型的植株较耐旱，要少浇水，但每次量要大。另外，摆放在露天的花卉需水较多，摆放在温室的花卉需水较少。2、看花盆。小盆、浅盆浇水要少而勤，泥盆渗水性好，盆土容易干燥，也要勤浇水；而实盆、幼盆不易渗水，浇水不能太勤，长期积水，花卉就会烂根。3、看季节。一年四季气温不同，浇花时的用水量也要不同。春寒乍暖，天气变化无常，这时盆花开始萌芽、生根，需水量大，要保持盆土湿润。夏季高温干燥，蒸发快，浇水要加倍。秋季凉爽，应适当少浇水。冬季，多数花卉处于休眠状态，只要保持盆土稍湿即可，可少浇水或者不干不浇。4、看天气。浇水时，水温与土温越接近越好，最多不要超过5度。土温与水温之间的差异比较大的话，根系就会被损伤。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在大棚里都会在靠近花的地方用大盆或潜水缸存放水，这样是最棒的减少温差的方法。所以，高温季节要早晚浇水，低温季节要中午浇水，连续晴天干旱时应多浇水，连续阴雨时不浇水。5、看水质。植物所需水分以无污染的天然降水为好，比如雨水、雪水是首选。日常所用的自来水用来浇花时，最好放1至2天，或者放一片维生素 C， 促使氯气挥发比较安全。另外，煮鸡蛋的水、茶叶水、发酵的淘米水、换出的养鱼水以及啤酒、糖水等，都含有丰富的养分，在正确的发酵后，也是很好的浇花水。6、看土壤。营养土的材质不同，保水能力相差甚远，浇水量也应有所区别。沙质疏松土壤保水能力差，应多浇水；黏重土壤保水能力强，应少浇水。浇水方法。1、浇水方式。新上盆的花卉及用播种育苗时，应多使用浸盆法；而上盆的幼苗、扦插苗和观叶植物则应多使用喷壶喷洒的方法。而像大岩桐、蒲包花、秋海棠等其叶面有较厚的绒毛，喷水后不易蒸发，叶片就容易腐烂，所以不能喷洒。像仙客来的球茎顶部的叶芽和非洲菊的花芽沾水后也容易腐烂或枯萎，因此也不适合喷水。另外，对于盛开的花朵也不宜多喷水，否则容易造成花瓣霉烂。2、浇水量。浇水的次数和分量主要是季节变化、天气状况和植株生长情况而定。春秋两季植株生长迅速，需水量大，但气温不是很高，水分散发量就会较小，所以浇水要恰当，不宜多也不宜少，一般每天浇水1次即可。夏季光照强，气温高，水分蒸发量大，应勤浇水，般早晚各浇水1次。冬季气温低，植物生长趋缓，需水量减小，可以少浇水或者断水。另外，播种繁殖时，种子发芽前后浇水要适中，以少量多次为原则。进入幼苗生长期，应适度减小浇水量，有意进行扣水蹲苗，这有利于孕蕾及防止植株徒长。成苗生长旺期和开花盛期要浇足水，以满足植株新陈代谢旺盛的需要，但对那些易落花的种类则要控制浇水量，不宜过多。注意事项。1、浇水通风。这里的通风指的是空气流通，没有阻碍，且有新鲜的空气不断流入。浇完水，给植物放在通风的地方，可以有利于土壤中水分的蒸发，这样就很难出现烂根的情况。而不通风的环境，无论是氧气还是2氧化碳含量都比较低，不能很好的进行光合作用不说，还会闷根烂根。
2. 大部分花卉都该根部浇水，观叶的花卉可于叶面喷水，但观花的花卉不宜叶面喷水，如仙客来、君子兰，叶片上生有一层密密的绒毛，如秋海棠、大岩桐、蒲苞花等，不宜在叶面上喷水，否则水分难以蒸发，易霉烂生病。3. 对于花卉，不可过度的溺爱，不少花有养殖的花卉因为频繁浇水导致积水，造成根部不透气而引发根部烂掉枯死。同时也不可不考虑花卉生长习性而定期统一浇水，这种方法也容易导致花卉的死亡。可以将生活习性相似的花卉放置在邻近区域，同时做好浇水记录，便于浇水管理。4. 给绿植浇水，切不可蜻蜓点水，会导致盆土上湿下干，表面土湿，里面土干，实际上植株根部根本吃不到多少水。还有的花友浇水时只向叶上喷水，不给盆土浇水，这样浇水也是错误的。很多花友浇水，特别是干盆浇水，一看见盆底出水就认为是浇透了，其实这个时候只有中间是湿润的，而四周大概率还是干的，这样就形成了空心萝卜的状态，这样有些根本吸收不到水分。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浇水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